西光，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怎么了？碰到了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你的同学，跟我来。西瓜，还不介绍一下？原来你还有这样一个外号，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好，我是林宇森。你好，你好，我们是西瓜的大学同学。猜到了，西光跟我提起过你们。庄经理，又见面了。林总，你们认识啊？之前我在生源任职，会上见过。还说什么加班不能来帮忙，原来是陪男朋友啊！重色轻友，你早说嘛，我还能强迫你来啊？别怪他，西光本来要加班的，不过我的好友今天结婚，一定要见见他，我才把他拉出来的。哎，好了好了，我又不是真怪他。你不是去开车了吗？怎么没有看见车呀？被别的车堵住了，交警一时找不到车主，怕你等急，我就先过来。开不出来啦？再等一下，应该不会耽误回苏州。啊？你们今天还要回苏州啊？那你明天还要过来，不累吗？有什么累的呀？反正都是男朋友开车。西光，你真是太厉害了，毕业半年就找了这么个大帅哥男朋友。就是，你还瞒着我。老实交代，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给追的谁？庄旭，你去哪里？我去打车。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这里不能打吗？你可以在这里打。你站住！通总走了，不是说这里好打车才来这里的吗？分散点比较好打车吧。哎，有车了，向局，你快去拦一下。那西瓜，我们也先走了。明天我们的婚礼，你要跟西瓜一起来哦。
一定到场。明天见。明天见，拜拜。拜拜。车子还不能开出来吗？我想早点回苏州了。回什么苏州？我带你去玩。啊？难道高高兴兴的把你带出来，垂头丧气的再带你回去？我会有吗？眼泪都快出来了。所以，你要去看夜景，还是看电影？或者你喜欢玩游戏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那种游戏城，就是那种可以跳舞、可以投篮、可以赛车的那种游戏城。那我们先去看夜景，然后看电影，然后再去游戏城。聂希光，你怎么这么贪心？快帮我看看，我带的钱够不够？那边有银行，我去取钱。真的不够，还剩不少啊。我去取吧。聂小姐，你告诉我，你今晚打算花掉我多少钱？不用了。想看什么？热闹一点的。我突然有点困了，怕一会儿睡着了。那暗一神探，好呀，爆米花，要可乐，要。你看人家男朋友，是你说要减肥的，宝宝。见我胖了？没有啊，我的意思是，什么？我就是，那你要不要？其实他也天天说要减肥，但是该问的还是要问，要有一种服务精神和觉悟。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喜欢我。不是啊，宝宝，我怎么会不喜欢你呢？兄弟，你不讲江湖规矩啊！走吧。你这样也太不当人了，林总。怎么会？这是来自单身人士的考验。电影院是人员密集场所，严禁烟火，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哦。牢记影院所在楼层，谢谢。查看疏散指示图，并熟悉安全出口的正确方位，了解最近的应急疏散路线，留心观察消防设施的位置。一旦发生火灾，保持镇静，第一时间拨打129，听从指挥。拉动消费。可用矿泉水等打湿衣物捂住口鼻，低姿弯腰贴墙有序，快速撤离。记住撤离时千万不要贪恋财物，千万不能乘坐电梯哦。关注消防知识，安全你我他。I was walking on the cloudy road, no direction, no place to go. Then you appeared and lit my way. You turned my night into golden
作简单，实际上比上一个游戏难多了，这是很考验智力的。啊，你快点打嘛，我真的过不去。你开车回去小心点。我睡着了。走吧。我睡了很久吗50分钟。你怎么还计时啊？结局是什么？那个女主角被救出来了吗？抓她的是谁？男主角的父亲。不会吧？为什么？男主角的父亲做违禁药物实验，被女主角撞见。你男朋友一心二用可真厉害啊！剧情居然一点说的没错。他说你一心二用，你不会也睡着了吧？快到1点了，要不夜景今天就不看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参加婚礼。哦，那好啊，你要是累了就回去休息呗。哎，方师兄果然是吹牛的，他还说你做1晚上手术都生龙活虎。跟我来。谢谢你啊。不客气，大恩不言谢。林雨森，你几岁啊？叶希光，你对你的上司也太不了解了。你到底是给我打工的，还是我的上司？角色转换也太自如了吧！这个职位不错，一边可以管你，一边还要给你打工。是奴役我吧？快说，
几岁了？28。不可能啊！你读过博士吧？你读完了博士还当过医生，不可能这么年轻啊！当然你看起来很年轻。谢谢你。我上学比较早，所以拿学位也比较早。哎，那为什么方师兄说你是医学院第一禽兽啊？聂西瓜，这样的问题，你当着面问我合适吗？不如你以后有时间去问问方师兄，你们不都交换了手机号码吗？他到底说了我多少坏话？好像把我的老底都抖给你了。你放心吧，你的什么感情史啊、八卦什么的，他都没有说的。哪儿来的感情史？医学院很忙，医生也很忙，连追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那追你的呢？阁下这么一表人才，不可能没人追啊。哦，可能你对面的阁下还眼高于顶吧。你今天怎么对我这么感兴趣？我这不是无聊嘛。哎，等一下，你怎么在喝酒啊？你一会儿不是要开车回去吗？不用，我家离得不远，走路20分钟。明天起来会不会路上都是雪啊？也不知道打车好不好打。明天我去接你。你同学也邀请我参加婚礼，怎么？欢迎。为什么不欢迎？明天我包红包，带你白吃白喝。不过，请务必比今天更帅一点。更帅一点？你不怕他们误会我们是那种关系了？误会一下也没什么吧，在下貌美如花，你也不吃亏啊。你呀，今天真是玩昏了。您好，我忘带身份证了，这是我刚去边上派出所办的临时身份证明。好的，这就为你办理。好，谢谢。你是不是很想笑啊？看得出来。我就知道。没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后续。说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是一起去过派出所的关系了。你小点声行不行？女士久等了，这是您的房卡和早餐券。明天的早餐截止到10点半，就在本层的中餐厅。哦，好，谢谢啊。到了房间，记得门要反锁，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打给我。不用这么紧张吧？当然紧张，我们可是刚刚一起去了派出所，所以为了我的声誉和清白，保护好自己。OK。不过你这个事情，不会要提1年吧？不至于，按照小聂你的创新程度，可能明天就有新的事件覆盖了。你的衣服。哦，对，我都忘了，谢谢。好了，你上去吧，早点睡。明天我一定更帅一点。你别忘了貌美如花。我尽量。走了。明天见。
你到家了吗？到了，我家的夜景应该和你窗外的一样。差不多哦。你怎么大半夜不睡觉在喝酒？刚刚还没喝够吗？在想年度计划怎么调整。你真是太敬业了，老板兼下属的我会羞愧的。在下劳心劳力，聂小姐等着坐享其成就好。你不睡，我要睡了。晚安，林先生。晚安，聂小姐。发个短信还要对账，有强迫症吗？醒了。我洗漱好了，这就下来找你。好，我就在大堂。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说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偷偷想你一整天。你怎么现在就过来了？参加婚礼还早吧？昨天酒店不是给了你2张早餐券吗？不能浪费啊，聂小姐。我来陪你吃早餐。这是第几盘了？这是第1盘水果。吃这么多，待会儿中午的酒席还吃得下吗？吃得多才有精神啊！你不要小看我的食量。哎，不过上海到底什么时候办婚礼啊？怎么昨天是晚上，今天又是中午？一般晚上多一些。那可能我同学是按照老家的风俗，我们无锡也是中午办婚礼。中午也挺好。你的面包还吃吗？要不要我帮你吃掉？你什么表情？你又吃不下，不可以浪费的，林先生。没什么，我在算养。成本好像要再增加一点。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工作狂？一大早上听成本什么的，头都要大了。干巴巴的，不是很好吃。你是不是喜欢吃西式的早餐啊？西式比较简单，不过我并不讲究，可以调整。那调整一下，多样化一点，营养比较全面吧。知道了。喝完豆浆就走，不要再吃了，食多伤胃。好。
你换车了？以前好像没见你开过。外公送的，一直没怎么开过。不过你的要求太高，我难以实现，只能从别的方面下手了。我的什么要求？忘了。更帅一点啊！没有办法更帅一点，所以，这位林先生，你也太自恋了吧！好了，很高兴取悦了你，上车吧。其实你今天，其实什么？其实有更帅一点。不枉我领带都湿了好几条。上车吧，聂小姐，很高兴做你的司机。谢谢。你先下车，我去停车。我和你一起啊？没关系，你先下吧。那好吧。西瓜，西瓜，看楼啊！你坐他边上，我觉得他要对我严刑拷打。难道我就不能对你男朋友严刑拷打啦？那就看你的水平了。你随便编，但是别太夸张，我怕我接不住。往哪方面随便编？我们是你追的我，还是我追的你？多久？我们大致确定一下。这么细节吗？你们两个偷偷在说什么呢？平时还说不够啊，当着我们的面还要说悄悄话。哪有？上菜了，太好了，那就不用饿着肚子看婚礼了。老大果然上道。我边上没人吗？都上菜了。啊，这2个座位是给伴娘和伴郎留的，主桌坐不下了。我估计他们也没空吃饭了吧？那我们这桌就是8个人，可以多吃一点了。你就知道吃。西光，叶亚晶，你是从哪里找的这么大一块肥肉？哦，看得入神，随便夹的。谢谢你啊，我还是自己来了。蓉蓉，你不用跟着新娘吗？老大让我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后面有他亲戚跟着。你赶紧吃点，不然都要被我吃完了。你还说要减肥呢，吃这么多。哎呀，吃喜酒嘛，不一样。昨天听到林先生的名字就觉得很耳熟，就说是盛远的，后来才想起来，原来林先生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外孙。你在盛远？我是营销部盛总的助理。邢杰。嗯。原来是邢杰的助理。哇，西瓜，你男朋友家这么厉害？
可惜以前在总公司没有见过林先生。我刚到公司没多久，就听说林先生分配到下面的分公司去了，原来是去了苏州，还跟西光你一个公司呢。对了，西光，你怎么突然跑到苏州去了？苏州虽然发展很好，但是机遇毕竟不如上海啊。苏州很好啊，那边的公司是我家和盛远合资的，工作起来会自在一点。上海机遇是好，不过你说的那些机遇，我大概用不上。哦，对了，我家和盛家关系蛮熟的。蓉蓉，你在盛远工作，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找我，千万不要客气。大学时候的情谊最难得了，我有帮忙的地方一定会帮的。吃饭吃饭，他们马上要来敬酒了。向军今天打扮的还挺帅啊。太拽了！你笑什么？我笑，有人借着纸老虎的皮到处耀武扬威，我旁边真正的小老虎却只敢伸出小猫爪子，还小心翼翼的怕台风里伤到人。这家酒店还挺好吃的，性价比很高哦，还有龙虾。西光，你今天早上从苏州赶过来的？没，我昨天太晚了，就没回苏州。啊，我听到了什么？昨天晚上你没回苏州？不会住在上海了吧？住哪里啊？林先生在上海肯定有房子的哦。我的住处离西光的酒店很近，早上去接他很方便。啊，这样啊。你跟西瓜是办公室恋情啊？那你是西瓜的上司，应该跟我们差不多专业吧 ？MBA 吗？不是，我学医。什么？这差别也太大了。那你为什么不做医生啊？哎呀，你问这么多干嘛呀？哎呀，西瓜，占有欲也太强了吧？问问都不可以啊？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爱吃醋？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学医的不当医生嘛？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你没见过全才啊？还是没见过这么自吹自擂的。没关系。哎，是鱼羹很好喝，你喝了没有啊？没有。谢谢。尝尝。谢谢大家赏脸。来了。都是兄弟，我就不一个个敬了。哎，你这什么呀？你这酒量我们又不是不知道。哎，大家一起敬了嘛。新婚快乐！行，新婚快乐！新婚快乐！抱歉。哦，没事。没事吧，西瓜？没事，没事。来。老大向群，新婚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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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刚酒杯没拿稳。
我自罚3杯。却掩不住伤。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我只能安静等待，等晨曦会不回来。You are the sun in my life， 却隔着长夜无法抵达。我正在安静等我去个洗手间。等晨曦会不回来。去吧。不用管我，我马上就好。再给我1分钟。怎么恶不管法？你这么不争气。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你哭成这样，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叶希光，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 I was walking on the cloudy road, no direction, no place to go. Then you appeared and lit my way. 刚刚在宴会厅，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过来。我对自己说，马上要30岁了。 别像个小男生一样沉不住气，可我就是沉不住气了。我自己死心塌地，却希望他快点变心。叶希光，不要装傻。我没有装傻，我也才明白。 还来不及装。我去车里拿的，去换上。买了这么多漂亮裙子，不穿给大家看看。 多可惜。Time
原来我的表白还有全身麻醉的效果。对不起。聂希光，你拒绝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你应该理直气壮地说：“林玉森，我还没看上你，你没达到我的要求。”而不是这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不是的，不是没达到要求，我只是还没有忘记以前喜欢过的人。刚刚你也看到了，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一定要是全心全意的。我现在没法做到。其实，刚刚在酒店，我骗了你。我说不趁虚而入，对不起我的智商。事实上，那个时候对你表白，才对不起我的智商。对不起，我昨天通宵论证的年度计划。但是，原来这些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没法计算的。第一次体会这种感觉，真是新鲜。我知道你会拒绝我，但是这么快，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不过也算在意料之中，而且有一种虽然是肿瘤，但幸好是良性的感觉。好吧，看来还是只能循序渐进。那么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回苏州再说。肿瘤只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哦。我不回苏州了，我想回趟无锡。那个反正还有1天半的假期嘛，我也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妈妈了，而且我还想和妈妈。回家要这么多理由吗？好了，那我先送你到火车站。不用了，我打车就好了。聂希光，你以后都要躲我躲得远远的吗？不是。明明没有接受，还坦然享受着别人的照顾，那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个我也不太有经验。不过我这样，难道不是正常的追求步骤？所以你不仅不接受我，还不许我追你。那如果最后我还是没有，那为什么要浪费你的时间啊？聂希光，你对自己没信心就算了，为什么对我没信心？你不是说我干什么都很厉害吗？你这样一个女孩子，连最后还是没有接受我，都不忍心说出来，心软成这样，
我要多蠢，才追不上你？吓得都不敢让我送你了。我只是在追求你，又不是谈商业合作，还要谈投资回报率。为什么你要先想着你不接受就是对不起我？我在追你，希望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你说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跳。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那行。西瓜，还是从这儿开始吧。哎，这个雪好像比底下的薄哎，是不是因为光伏板比较热，积不起雪啊？因为技术部的同事们元旦加班清扫过，光伏板上的雪要及时清理，不然结冰了，也许会对光伏板产生损伤。哦，懂了。哎，大家轻一点，别擦到板面，造成磨损。好。光伏板没擦伤吧？擦伤不会要赔钱吧？你们先关心一下自己有没有摔伤。没有，谢谢老板关心。我也没事。分工吧，你们扫净的，够不到的留着我来。好。西瓜，你也太麻利了，这么快有鬼在追吗？哎呀，年轻人啊，多穿点，不要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看见没？我师弟当年拎个饭盒去吃饭，都能摔倒一整个食堂。如今虽然老了点，但也不减当年风骚，有没有？哎，小念，你想啊，要是把他拿下，当年我们一整个医学院的师姐师妹都会不远万里的对你羡慕嫉妒恨，这多么带感啊！激不激动？爽不爽快？师兄，你别吓他了。我还没吃饭，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今天小聂请客，他没意见，真没意见。哎，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不用，没关系。哦。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哪有？你也再吃一点。买单。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我来吧。我来。我来吧。之前跟你闹着玩，现在都摆明车马，难道还能让你买单？这边车不能开过来，要走一段路。嗯。他今天来找你，我事先并不知道。他说的那些话，你不用太在意。他说，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啊。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真是这样？是啊，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都那么直接过了，现在不好意思，好像也来不及了。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会是什么样？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会不会一拍即合？那大概也很好。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糟糕，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这话好像有点过分。他不会生气吧？哎呦，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那个，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他有篇论文，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让我看看，给点意见。他明知道你，还叫你做这些，早知道不请他吃饭。没关系，我已经不介意了。直面手残的人生啊，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难道矫情一辈子？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那天是我太冲动了，把你吓到了。哦，没有。哪里没有？这才几天，黑眼圈都出来了。希光，对不起，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如果给你造成困扰，我很抱歉。这句话好耳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
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好了，我不这样说了。不过我说什么了？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这么爱哭。不要道歉，不要因为这个道歉。好，我不道歉。我只是看你躲我躲得很辛苦，我以后不这样说了，我保证。你也别躲我了，好不好？这样你累，我配合让你躲，也很辛苦啊。你配合我，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闪避拉满吗？不然呢？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所以，你也别躲我了，好吗？不会了。真的？那今晚陪我加班。啊？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有个问题，想征求下股东意见。你别乱扣帽子啊！我才不是，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现在这么警惕了？全靠林总教诲。到底什么事？快说！过来看，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方便厂区员工用餐。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跟我来，就是这里，我们脚站的地方，一直到头。你有什么建议？你这么突然问我，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生硬？是啊。行政区、宿舍区有草坪，有很多绿植，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这里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用光伏发电，下面草坪、绿植，摆些桌椅，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晴天可以遮阳。阴天敞开，免得遮光；下雨天全封闭挡雨，还可以建个小房子，卖下饮料、甜品，大家肯定很喜欢。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厂区却没有，也可以安排一下呀，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非常好，我也觉得。那就这样，本股东拍板决定了，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还是明天再说？这么晚了，当然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听股东的话，立刻落实的意思。小聂，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你就完全不管啦？怎么会？我负责签字。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我送你回去。他好像在给我打工，又好像是我老板。他好像在追我，
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林总，这么热闹，就是那个试吃，我们打算抽奖决定，你要不要参加？不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当然，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功劳最大，理应参加。小弟说的对，我们再加个纸片啊。谁先来啊？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行，你先来。主管，你摇晃的不充分，我的命运一片空白。林总，我最后吧。啊，行，那我先抽了。诺诺，来，那来吧，同志。来。是不是这个吃货？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就是这个，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一起吧。好。糟糕，小聂才是那个吃货。我没降低概率吧？完全没有，谢谢林总。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那怎么不谦让我呀？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啊，好了，我要工作了，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每个闻着都好香啊！哎呀，不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林总，你也来了。没抽到签，只能刷脸来吃点了。可惜没有投票权。那怎么可以啊？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那我和小聂共用1张选票吧。啊？有意见？抽签的时候，没有，这是我的荣幸。取样这么丰富？当然，我可是负责的人。你取样也太少了吧？那这样的话，那我要80%的投票决定权。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我要投给锅包肉，他们家的最好吃。啊，这锅包肉加也太甜了吧？不会啊，如果我自己吃的话，还可以再甜点呢。但是考虑到大家，这个甜度正好啊。你们无锡人真恐怖。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你再体验一下。
投票可以听你的。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我放盘子去。这是让我投票？不是啊，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但你不是还有20%的权利吗？我要尊重这20%，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小聂，你是懂权力分配的，谢谢你给我参与感。红烧肉1票，回锅肉1票，红烧肉1票，回锅肉1票。完蛋了，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这么喜欢吃甜的？红烧肉1票，真的不算很甜。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我宣布，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在想什么？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有结果了吗？哪有那么快啊？有好多问题呢。比如说，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你说的，我的诉求，是说光复小花园？啊，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所以答案是什么？不一定要走招投标，老板你随意就好。好，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这个肯定要有，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做我私账怎么样？小聂，等一下。小聂，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因为你前科有点多。的确，不过这次不是，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为难什么？方式方法，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对你不公平。你考虑的有点多。事情如此，当然要考虑周全。不过也有办法，小聂，你不要微服私访了，怎么样？这样风言风语，多半就冲着我来了，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林总，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出差的事情
你先自己考虑一下。怎么不回消息？不礼貌。难道睡了？喂，刚刚在洗澡。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什么加油？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啊，发错了吧？发错了？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怎么会呢？那真令人失望。那如果没发错呢？你想告诉我什么？是想告诉我，虽然革命尚未成功，我仍需努力，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那方向正确吗？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你说。一件事，我想去出差，我想去溜达，不是，去见识一下。好。还有一件事，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请不要束手束脚。当然，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那你也就错了。说明我没有做好。对，所以你要加油。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希光，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你要小心，那我就飞快的跑路。这样，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那没有，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好了，我说完了，我要睡了。林总晚安。怎么啦，林总？还有事？有。小聂，订票。
那个，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下了，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我前阵子才下，用的不多。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肯定的呀，免费的多香。那到酒店有 WiFi 了，我也下一个。上个月英姐让我下，我没有下载。林总，你也不提醒我一下，害得我严重了。我的错，失职了。你居然还换装？你微笑的嘴你不是让我加油吗？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这叫发挥自身优势。我懂了，一表人才。过奖。你要去买什么？我要去买个新手机，旧的内存不够。走。走。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颜色有这2种。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好用吗？可以，反应速度很快。你可以拿个粉色的，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什么颜色无所谓的，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所以那就粉色的吧。好。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的。好的。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价格一共是2498。请问哪位？哦，我。好。那需要拆开吗？我们可以帮你装机。好呀，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还有微信。哎，小姐，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哦，好，谢谢。等一下，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好。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来加个好友。你动作也太快了吧！一直盯着。你下载了新软件，我当然第一个申请。你同意吗？我同意啊。申请通过，我的好友。早上好。我跟你说啊，陈姐人特别好。陈姐，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不是啦，我昨天不是给她订了双皮奶吗？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是跟你一起出去的。然后她就特别好心提醒我，让我注意公司仪礼。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什么借口？
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还有现做的肠粉。你有广东特色哦。嗯，是挺不错的。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我们？林总，你要改行程？我和希光打算退掉飞机票。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退掉了怎么回去啊？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希光有点恐飞，我也是才知道。正好周末，我考虑了一下，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你们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我刚查了一下，10个小时左右呢。啊，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这个计划不错。行吧，那回头咱们公司见。小念，再见。陈姐再见，王鑫总再见，一路平安啊！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我怎么不知道？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我刚好锻炼一下。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我确定。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为什么？因为我不想今天回去，所以林总，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2天1夜的广州深度游吗？包吃包拎包的那种。愿意至极。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我现在查。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我来规划路线。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我态度好。那就这样，成交。接下来先去买一个重要工具。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懂了。懂了。仿佛这个世界上，我和你好，这个还有这个都要。好的。手机不可以，手机壳总可以。谢谢。连我手机上的这个，一共5个，多少钱？借你跟靓仔200块啦。你也靓仔，便宜点，100。100块就100块啦。靓仔，你真係私講價啦。謝謝啊。謝謝。你以後每天上班都用這個手機殼嗎？那不會，廣州限定。那就好。開吃。幾分？7分。180。心跳卻越來越明顯。你說你喜歡夏天，我只記得你那微笑弧線。你好，一共50。偷偷想你一整天，讓我再靠近你一點點。每次說晚安之前，練習你的名字好多遍。你好，買單。
这次我来吧。170，170，谢谢。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我哪有？不过你的偶像是猴子。孙悟空，只是画的圆了一些，眼睛也大了些。但是你看这里啊，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表明了身份。我看到了，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对不起啊，大圣哥，我有眼不识孙悟空。不对，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还毛茸茸？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哎，我们不讨论这个。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神界的。还分3界？那当然，小时候偶像有点多，不分区排名很难办。那时候在白墙上给偶像们按智力、武力排名。你小时候居然这么活泼捣蛋，那你爸妈肯定很头疼吧？还好，你呢？我可是乖孩子，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在泥里打过滚，用树枝打败过大鹅。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好像是。哎呀，时间还早，我们现在去。10点了还早啊？这里是广州，又不是江苏。走吧，我们去排队。明天怎么安排？安排睡觉，我要睡到中午12点。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好。那晚安。晚安。Falling out of time when you were near, singing in silence and the world stops, spinning out of line so uncontrollably when you were near me. In my 如果你要12点起来，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什么小惊喜？很小，不一定有效。明天见。什么有效不有效？怪神秘的。明天见。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小惊喜。全都是美食。早上起得早，就去把攻略上没来得及吃的东西都打包了一份，当然是能带上飞机的。路上吃点东西，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恐飞。原来你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是说这个，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飞机要飞3个多小时，
一直吃可能会撑坏。那是怎么办？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内容未知。盲盒。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那不是好事。也可以小的。没事，过去了。我还是不乱说。啊，有个一周没事了，快给我抽一个。这个。鸡仔饼。好吃吗？那不好吃什么？眼光真不错。今天飞机好稳，还剩下这么多美食，你打算做什么？当然是送给你。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伴手礼。不过作为出资方，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对吧？对，策反名单。周末我没让司机来接，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苏州没有机场，好麻烦哦。哎，这样的话，我想去趟平安寺，来得及吗？平安寺？去那里干什么？我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突然想到的，一桩大事。谢谢。我陪你进去。不用，我自己进去就行。你不要打扰我。西瓜，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怎么可能？我长这么好看，怎么可能做贼？你就在这看行李吧，我进去了。好。虚渊大神，对不起，上次我乱许愿了，但是我发现你有点太准了，我可以取消吗？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存在着，不要消失。还有，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许了什么愿望？
愿望是不能说的，你不知道吗？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最奢侈的群体化愿望。群体化愿望。对。那冒昧的问一下，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你嘛，你单列一条。待遇这么特殊？是的。哎，好吧，就是希望夏天庆年会的时候，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放假7天什么的。就这个？当然啦，做人不能太贪心的。啊，好啦，我这都许完愿望了，我们回苏州吧。小林，打车。累到不想说话了？没有。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事情就是这样。你处理得很好啊，为什么不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吧，我就是在思考。阿如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但是我想来想去，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了。你看啊，我是不怕赔钱的，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我就赔偿道歉，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我不能受冤枉气。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可对于阿如来讲，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坚持调查监控。你最后并没有坚持，不是吗？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其实，如果你一开始不摆出追究到底的架势，对方恃强凌弱惯了，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你顶住压力，针锋相对，紧要关头用懂得设身处地、见好就收，这件事情才能迅速解决。你处理得这么漂亮，应该感觉到骄傲啊。你是不是太会找角度夸人了？被你说的，我好像很厉害。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好像是。我真的就是这么厉害。那我们达成一致，我们小聂总方方面面都有个当个好老板的潜质。哎，你不要夸我，你一夸我，我就觉得你要给我安排工作。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战术，你是不是辅修过心理学？倒是的确修过。啊？你果然不清白，那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啊！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肯定不用来骗你工作。那用来骗我干嘛？你快吃啊，等一下都糊了。我有个问题。啊？那个赵公子是何方神圣？我哪知道，感觉很虚伪。这个人，名片我都没卡，懒得搭理他。做得好，这顿我请。来不也是你请吗？哦，对了，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你看，看这个，我抽了一些摆设，
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感觉更清雅一点。你看这样，我看看，的确不错。嗯。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帅极了。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多背几副春联？光字写得好可不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不用，背多费劲啊！我准备了小抄。没中奖的3位女士，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不用了，李总，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你送西光回去吧。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那我先走了，快走吧。还要回去收拾行李？不用啊，放假才几天，年初9就回来上班了嘛。英姐很不错。我们都不错，有问题的是你，抽奖抽不中我们，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刚刚在台上抽奖时，我刻意不看你，就怕多看你一眼，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谁知道？哎，小念，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我都这么有诚意了，你还中不了？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看来还是我的错。年后请大家大餐弥补。那要吃最贵的。这个挺贵。那边好热闹的样子。我们也去走走，消消食。好呀。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长街很像。听说过，但是还没去过。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我就带你去，从头吃到尾。你公然贿赂领导？是哦。我贿赂领导，少让我加班，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糟糕了，快说不过你了。因为我有理啊。哦。哦。那，你过年回上海？不，今年去北京。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我妈妈在瑞士定居，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就不用跑那么远了。叔叔？我妈妈现在的丈夫，我爸爸早已过10多年。抱歉。没事，很多年了。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嗯，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年初1一起飞长白山。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初级到一直刹车的水平。
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挺好的，听上去很谨慎。双板。你会滑雪吗？每次去瑞士，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把？以前是双板，这2年改单板了。双休？你吹牛的吧？这又不难，花点时间罢了。哦。突然发现，今年的年度计划还没完成。那怎么办？不怎么办？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读书急着跳级，上班1天恨不得当2天用。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你给我拍着。哎，等一下，等一下。这能看得清是谁啊？啊，你别管，就是要这个效果。你看，好土。你快点，好冷啊。遮光照片，请查收。居然自己暴露坐标，谢谢你。谢谢你是什么意思啊？奇奇怪怪的。好像是这座。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Oh,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怎么会在这里？看不出来吗？我从江南追到了长白山。 那辛苦了。还好，有人主动报坐标，不用绞尽脑汁打听就能锁定。怪不得昨天你说谢谢我，原来是早有预谋。姐，这谁啊？你弟弟。 对，姐，怎么会有人大半夜的跑到这里来找你？你不是说小胡明天要教我们4个教不动，让我找个新教练吗？这就是我找的教练，现在他来面试的。什么？你这么有效率？ 对，我是滑雪教练，你们叫我林哥就行。林哥，怎么感觉被占了便宜？人这是小雪人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特色项目，用来增加客户好感度的。你需要吗？我可以马上给你捏一个。不用不用，谢谢谢谢。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来接你们去雪场，大概几点出发？等一下，不对，我只是骗江瑞玩而已，怎么把他弄成真的了？我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那个面试不合格？也不是。那是件事。 9点。好，那晚安，明天见。给我拿着吧。好，慢点。我昨天肯定脑子抽了，居然就这么让老妈和林雨森见面了。 咱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吃了吃了。行，那咱们今天去滑雪，然后咱们3个大人不都没什么经验吗？咱就先去初级区那边先练一下。哎，你们还找的教练是吧？挺好挺好。早上好。这样我们1对2也更安全一点。我们找的？你姐找的，昨天晚上临时找的，我还以为她通过小胡找的。不是啊，没问我呀。网上找的，那个微博上。啊，对，微博。其实我不是本地人，过来旅游，顺便接个活。对，我们赶紧走吧。行，那咱先上车吧，咱先去滑雪中心把东西存一下。谢谢啊。多少阿姨，我来吧。谢谢谢谢。
慢点去嘛。西光，哪儿找了这么帅气的小伙子教练啊？就微博上啊。我知道。他发照片了吗？不然你怎么选的？他这样的教练是不是时薪都要贵一点？一定要问这么细节吗？发了侧面。他微博发我看看。九妈，舅舅在等。我就是问问西光，咱新教练是不是今天都跟着我们？时薪怎么算的？之前在网上跟小聂说好，看教学质量再给钱，教不会就算了。哇，姐，你也太奸商了！我妈妈他们学不会怎么办？这也不能怪教练嘛。我是这么说了，是有点过分哈，但是我……哎呀，这奸商头脑跟我没关系，我没教过。不能这样，还是得按小时算，要不就跟小胡一样吧。对了，教练，怎么称呼你啊？阿姨，您叫我小林就行。小林，好。不是说不当鱼雷？我没有撞坏你吧？你撞我就算了，怎么还攻击我？你的质量和刚刚的速度，还不足以把我撞坏。奇怪的虚荣心。怎么样啊？这边的触地道多吗？很平缓，你完全可以滑下来。那我们走吧。重心前倾，正常向前滑行，别怕，我会在旁边看着你。你看，我就说我下来会摔吧。多练几次就不会了。总不能每次都这样抱着我下来吧？别怕，和魔毯没什么区别，只是御剑飞行时间长了点。我会在你旁边看着你。出发。Inside my mind, lost in how you shine. You left your light with mine. I can't get over the way that you leave me be. Don't leave it up to me, oh it ain't hard to see that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now. Baby, I don't wanna forget. You are breaking down my walls, and I'm about to risk it all for you and see that. 你别拍，别拍！江润说我滑得像阳澄湖大闸蟹。
你笑什么呀？很正常，毕竟都是江苏的。我今天可帅了，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水平。可惜没有人拍下我的英姿。来，林哥，你给我姐拍了吗？拍了，被他拿过去删了。哦，姐这么霸气的。多吃点肉，少管闲事。小林，你早上说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对。哦，那你是哪里人啊？我是上海的。上海？那离我们很近啊！我们是南京和无锡的。那真是太巧了，我现在在苏州上班。西瓜也在苏州啊？这么巧？哦。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舅妈，你吃块肉哦，这个比我们那边东北菜馆好吃多了。哦，你尝尝，你尝尝吧。我尝。好，哎，这果汁好喝。你啊，来点果汁，这有果粒的啊。你别老问三问四，你调查户口呢。哎，林教练，真的是你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呀？你不是说你离开长白山，所以不能当我教练了吗？啊，难不成你是接了别的活？林雨森又不是真的教练，肯定不会接别的活。那这个阿姨难道是？林教练啊，你得跟我解释解释，是不是别人给的薪水比我高啊？妈，罗叔，这回我可帮不了你啊！你妈今天在中街道找了你半天。小林，这是叔叔阿姨，这是我妈和洛叔，他在跟大家开玩笑。哦，没事。原来如此。啊，妈，洛叔，这是我同事西光和他妈妈、舅舅一家，这是导游小胡。你好。啊，你们好。同事。姐，你骗我哈！你就把我这么活生生的卖了？还没等到结账你就暴露身份，你没钱拿了。我们面试的时候好像没说不准暴露身份。现在加上，你真的很过分，都不跟我沟通下就自爆。我怕我再不坦白从宽，你妈妈会扣我分。所以你就不顾道友死活？我道友让我上岗当教练的时候，也没通知我。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什么时候开始，我和他这么不讲道理了？好吧，我的错。就是嘛，你居然敢反驳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什么？
陪我去喂鹿。路滑别跑。你连喂小鹿的食物都准备好了？啊，小胡晚上送过来的。他说明天早上去餐厅吃早餐的时候可以拿着喂鹿。那你拿走了，明早喂什么？还有啊，而且说不定小鹿更想吃宵夜呢。哎，你看，等一下，你好，小鹿是要收回去了吗？对，本来天黑就收了，过年再稍晚一些，你们明天早点来吧。啊，那好吧。他好像想吃夜宵，我们能不能喂一块？行，你们胖子头啊是最馋的了。怎么喂啊？你下。这样。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它的脚好漂亮，这是什么鹿啊？这叫驯鹿。驯鹿。你要再喂一块。这样。对。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哎，你摸摸。我们不能再多喂你了，你老大不让。走了走了，你已经是最胖的了。我都没见过这样的鹿。你没去过动物园吗？好像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动物园见过。我当然去过动物园，但是我好像没去见过鹿。我每次都直奔大熊猫，可恶，大熊猫每次都给我看屁股。那现在鹿跑了，我们怎么办？哎呀，我们放烟花吧。但是有一个事情你要先去做，去问人借个打火机。好，等会儿。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最后一个啊，放完我就回撤。这些就是你今天的工资哦，以后可不要说我欠钱。这是天价烟花吗？怎么了？不可以呀！烟花虽然不贵，但是我可是顶着零下20度的温度和你一起放的，难道没有附加价值？太有了。难道你不开心？开心。那不就好了？快把这个烟花放了吧，我要回撤。走吧，我送你回去。烟花呢？你不放了吗？你不说这是我的工资，当然由我做主。
我决定带回去留作纪念。等等我！哎呀！我建议还剩下一个烟花，你就把它放了，反正也不能带上飞机，对不对？叶继光，你人呢？你不会溜出去找那谁了吧？大人的事情你少管。不是，那我的烟花我能管吗？白天骗我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晚上还偷我烟花，现在出去都不带我了，形势越来越恶劣了。不行，你跟你那个上司说，明天我要向他发起挑战。怎么了？你自己看。问问他什么挑战？好。他问你什么挑战？果然跟别人跑出去。追逐赛，明天高级道见。可以，我接线了。机都随便给人家用。啊，我没出息的姐姐啊！那我回去了。等一下。早上等你的时候捏的。人多不好意思给你。今天是滑雪板，你的手真的很巧哎。可能在精细活上有点天赋。啊。那明天是什么小雪人啊？明天？我还没构思好，回去想想。好吧，那明天见。明天见。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看白雪一片片落地，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 ，Just you and me， 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命运写好的剧情。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就差一点点。险胜。好吧，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但是毕竟我高中3年都没滑嘛，等我恢复一下再战。随时恭候。我刚给你们拍到了一点点视频，真的太帅了，你看。哦。我决定了，我也要上高级道。你先把初级道彻底征服了吧，然后征服中级道。别一口气想吃成胖子，结果到时候走下来妨碍大家滑雪。你好好说话啊！姐，你打我，王菲也为你说好话。啊？怎么听起来你像说我坏话了？哎，没有，我就是说你充满张姐风格嘛。最好是没有。而且我又没说这次就上高级道，我肯定要慢慢来嘛。不用太紧张，这边中级道不算陡。没紧张。今天早上的比赛，我是不是应该让一下江蕊？当然不能让了。我对这个倒没什么胜负心。滑在他前面的时候考虑过一瞬，不过一想到你给这个比赛取了名，我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西光杯，我当然不能让。113。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你没事？我还以为你出事了。我和江蕊听说有人在高级道受了伤，被送到这儿，你又一直打不通电话。你怎么穿着手术服啊？你跑来这里来找我？我们打你电话没人接啊，然后在滑雪场医务室看到了你的滑雪板，我们吓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大事。还好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雷医生，哎呀，你们不要一直谢我。其实这次多亏了这位林医生，是他第一时间让救援队叫救护车把患者送到了医院，争取了最宝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关于手术，也给了我们很多建议。哦，他还是你们上海的医生。操刀的是你们，我只是提了些建议。谢谢。你怎么也在这儿？受伤的是我同事。是你们？哦，这不是庄的家教学生和姐姐吗？这位林医生是你们的朋友，这世界真小哈。谢谢你救了我们同事，回头等凯文好了，一定登门道谢。不用了，他恢复健康就好。所以，你只是把患者送到这儿，自己没事。我没事。那就好。林哥，你总算出来了。我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来外面等，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去吃饭吧，我要饿死了。啊，我的雪屋火锅。好。对面有家火锅店，我们到对面坐下说。行，热的就好。等一下。我有话问你。我和江瑞打车过来，大概50分钟，救护车可能会快一点，就算30分钟好了。那这中间，
你就算要救助病人，也是有时间给我发个微信，留个言的，对不对？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为什么不给我发个微信呢？我就算手机关机了，我开了机还是能看到的呀。对不起，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到处找你。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对不起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我，你还说你喜欢我，我觉得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明知道我会担心你，你都不给我发微信。不对，你都不觉得我会担心你。林哥，你完了！我第一次见我姐这么大气，这次是真的。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信息没发出去。对不起，你不用道歉了。原来是信号不好，消息没发出来。但是为什么在医院你不说呀？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乱，而且我心里真的偷偷干了坏事。什么坏事？我想过不给你发消息，滑雪时遇到有人脑部受伤，疑似脑出血，我跟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就当我想让你担心，想知道你会不会担心。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就算是个陌生人受了伤，我也会担心，何况是你。我现在知道了，你甚至跑到医院去找我。对不起，我钻了牛角尖。而且我该确认一下微信有没有发出去。还有这个，你前天私吞的烟花。对，我刚刚去酒店拿的。你前天晚上突然找我喂小鹿，放烟花，是不是因为那天回来后，叔叔阿姨给你讲了我家里的事？差不多吧。我现在才明白，对不起，原来我
我也有这么愚钝的时候。你干嘛一直道歉啊？你买那么多烟花干什么？想还我吗？不是，就是觉得自己犯的错有点大，空手上门不是很有底气，所以。不过这次要麻烦你回去拿下打火机。你等我。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ill it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怎么放起烟花来了？烟花也不会跑了，可以等我在的时候放。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i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Oh,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 If you ever wanna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仙女棒，这个多少钱啊？不知道，一起打包的。2块钱买我一支吧。你买来做什么？打火机。表扬你，又有一个人因你所学而受益。谢谢。我没出息的姐姐。不过，你今天的确有不对劲和做得不好的地方，我都记在账上了。我争取是最后一次被激战，争取？保证。这还差不多。不过有一笔账，今天就可以平掉。什么？等我一下。江瑞，下来去吃火锅啦！现在还有火锅？有，
我打电话问了，我马上就下来。我也没出息。那边我们看到人多的地方呢，就是著名的温泉鸡蛋。大家想不想试一下？跟酒店提供的不一样。那我去买。去吧。嗯。哎，你凑什么热闹？立马回来。哎，老婆，前几天早餐的时候还说不着急，多看看吧。你这怎么？哎呀，那不是没看见小林冷静了，我今天看见小林，又觉得太好了。跟西光正般配。那边还有鸭蛋卖，我们就都买了一些。啊，这是阿姨。阿姨，谢谢。西光，谢谢。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好呀。小林，你的滑雪教练的薪水结了没？结是结了，后来10倍还回去了。这是在告状呢。我给你薪水。你还拿回扣啊？哎呦，齁死了！我不是说你俩啊，我说这鸡蛋齁。各位，不好意思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去坐车了。好，行，那咱们继续出发吧。走。好。哪儿都没有自己的国家好。老骆，退休后我还是想回来。听你的，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一路平安，谢谢。西光，有空带你妈妈来瑞士玩，我全程招待。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谢谢阿姨。妈，你这是想跳过我？你要是不努力，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都来玩。对，欢迎大家随时到瑞士来玩。那我们走了，叔叔阿姨，再见。江瑞，下次我们再约。下次我肯定就赢你了。那你让你姐姐别取名叫西光杯。哎呀，林教练，你快上车吧，再见再见。来吧，我们走吧。再见。我们走了，再见啊，再见，再见。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看白雪一片片落地，这城市里灯火亮起，爱在眼底，多么希望和你。我生气也没差哟。艺术创作。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你微笑的嘴角就是虽然你很可恶，但是这些小雪人们很可惜，只能留在长白山。没事，你把捏雪人的人带回去了。你就不能把书带到公司吗？还要我亲自上门来拿？我带了很多书过来，你不要挑选一下？
我是不是该制定一个规则，一次只能借2本，看完了再过来借？那我去苏州图书馆好了，人家都没有这么小气。你买了这么多书啊？其实买了更多，不过品质良莠不齐，这些都是我挑选过的。你全都看过啊？我看书快，大致翻阅了一下。还有光伏企业家的自传。难免有修饰的成分，不过他们都是上个浪潮中脱颖而出的胜者。看看对过去10几年光伏的起起伏伏，可以有更直观的了解。映照他们如今的状况，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地方。我帮你搬到桌子上，地上凉。啊，不要不要，有地暖，没事的。我喜欢坐在地上，舒服。那你慢慢挑，我去厨房看看。我不吃饭，过年我都吃胖了。哪里来饭？陈阿姨还没来。苏州图书馆一次也只能借5本吧？你再说，我跟盛阿姨告状了，最后一天我可是加了她微信的。怪不得我觉得你年后嚣张如梦，原来是有了靠山。嚣张？我有吗？有，不过我觉得不错，请继续保持。那是你的错觉，我文明温柔讲道理才不嚣张。既然你不舍得多借，那我就先拿这几本吧。为什么你书房一直放着一碗黄豆啊？上次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有深意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想象力不错。是用来做复健的，锻炼手的准确度和灵活性。啊，你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手部动作，也是复健。你是说这些动作吗？对。复健据说都会很疼。现在不疼，一开始很疼，有时候会生理性流泪。你这是早餐吗？啊，算了，你不要说我白拿你的书，等一下我请你去吃上次那家馄饨吧。现在，你不是说要节食？我变卦了，毕竟最近又是动脑又是动腿的，还是吃饱肚子才有力气干活。哎呀，走啦。
我来拿吧。不要你。正常生活没问题。你忘了，我还接过某个从天而降的人。好吧。对了，过年前你说要请我和应届雨花吃大餐，还算数吗？当然算，周6。可以啊。你怎么才请我吃饭就要收巨额利息？那会儿你自己说的。那你明天请我吃什么？你是要先在我这里吃回本吗？小姐，到了。小姐，到地方了。哦。给，谢谢。不是说我去接你们，怎么自己跑过来了？难道提前要去餐厅踩点？餐厅现在可能还没开门，但我们可以先过去，在附近逛逛。林雨森，我有事情想问你。什么事？我刚刚去见了我爸，他说你聂总，他来苏州了。他说我什么？你认识马念元？这人是谁啊？你果然不认识。但是爸爸何必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同样的，林雨森也不会做这种无用的欺骗。到底是哪里不对呢？聂总说我认识。这倒奇怪了。是很奇怪啊。我爸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吧？你是指略有耳闻？所以，马念元算是我爸的干女儿。我爸说，你们在前年冬天于总的宴会上认识，然后他邀请你去无锡赏梅。你说什么？叫我去无锡的不是你？怎么会是我？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啊。2年前1月份，我们
们在于总宴会上见过，我和外公一起去的。你仔细想想，一点印象都没有吗？有吗？原来是这样。你回国了吗？现在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你。跟我来。去哪里啊？宋江。出来。兰森，你过来通知我，早上小的扫榻想你呢。邵佳琪，西光，你怎么跟雨森在一起？邵佳琪，2年前我车祸前，你是不是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去无锡？怎么又提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一辈子，我知道。那天你在电话里对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天哪，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我早知道那女人是这么没品的人，我根本不会给她牵线的。我已经跟她断绝往来了。我告诉她你路上出了车祸，她居然看都不去看一眼。行了，你只要把你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复述一遍。我哪里还记得？那好，我复述，你确认我说的对不对？那天我刚做完一个大手术，你打电话跟我说，来无锡呗，我介绍个美女给你认识。我说，你还有这闲心？谢了，大可不必，是不是这样？兄弟，你记性太好了，是这样没错。不是我记性好。车祸后，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把这些话想了无数遍。然后你说，上周你不是参加我老妈的 party 吗？人家美女对你一见钟情，今天碰到她，她主动提及你，想要你到无锡赏梅呢。这美女，不骗你，叶成远的女儿。那时候不是才回国吗？那女的装得可怜兮兮的，我就被她误导了，以为那是聂叔叔私生女。最近才知道真相，我一直犹豫要不要跟你再提这件事。老天，你们怎么会搞一块儿去？你不会远约你的是聂希光吧？不是，你不会对人家打击报复了吧？我送你回去。
以前没关系。我可能需要自己待一会儿。好。希光，第一次见你是在无锡于女士的宴会上，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一切都那么无聊，远不如一个人在家研究手术方案。效劳，我看就不必了。来了，这才是聂君元的女儿，有好戏看了。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直 the 到 light of my love. 发现了你，那时候你正对人发怒，全程都被你吸引了目光。身边有人说你骄横，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生气勃勃。原来他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 这么早啊？问啥？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你还是单身狗呢。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其中也包括你。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所以几天后，当我接到你赏梅的邀请时， 我简直欣喜若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第2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操刀。在高速公路上，我出了车祸。我没有生命危险，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原因除了手，还有眼睛。 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心想，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我不会迁怒她，怨恨她，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不见光明中，你成了我的心魔，且从未解除。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 你在这个公司工作，我离开了盛源总部，到了苏州。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是了，你怎么会认识我？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人，根本不是你。可是西光，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不见光明中， 你成了我的心魔，可是西光，
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林玉森，喜光，我收到你的信了。明信片很漂亮，你喜欢就好。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敦煌、七彩丹霞、凉州，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我现在在北京，本打算今天飞回去，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买了一夜直达的票，明天早上到苏州。你还去了北京？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哦，这样。北京回苏州，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喜光，你确定吗？你大概几点到无锡？我去接你。待会儿林宇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会不会很奇怪？跑到这里来接，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出站口在那边，我到底在折腾什么？哎呦！你靠近那一瞬间，风都变得有点甜。我假装在看旁边，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咖啡冷了一点点，心跳却越来越明显。你说你喜欢夏天，我只记得
极光。是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哎，你不知道，出站口太冷了，我穿大衣都要冻死，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有暖气的。然后既然检票了，我就跟着下来，不然少检一张票，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说的也是，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不检火车怎么赶走？喂，我不是说9点吗？你还敢提？你是跟我说的9点，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一列是10点多，根本就没有9点了。你干嘛骗我？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我怕你说，林雨森算了，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我才不会这样呢。现在我知道了。给你，帮你带了小笼包，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你就当我一时抽风。看，怎么会？我正好饿了，我们找个店热一下。好，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是吗？那很合适现在吃。走啦，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我们带着一份上门，会不会像踢馆？有道理。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谢谢。然后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啊，谢谢。谢谢。请慢用。谢谢。快尝尝。哇。吃得惯吗？一会儿吃完，你想去哪里玩吗？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太湖现在也太冷了，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或者去三国城、水浒城，不然源头渚什么的。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好啊，那就去梅园，梅园门票最便宜了，你帮我省钱了。我来开吧。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我是真的不太幸运的车技。啊，走了走了，不然梅花都谢了。
怎么开到太湖边了？前面有个路口，你开错了。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你开中间了。你怎么不早说？哦，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而且我合理推测，你作为本地人，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不要回头了，这里很好。什么？你看那边。所以，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一开始在公司，你才会那样对我。是。那你后来为什么？明明在你心里，我曾弃你于不顾。身不由己。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或许佳琪没说清楚，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所以选择性遗忘。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又或者，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我找了很多个原因，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一点都不感动。你问都不问我，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我是那样的人吗？你不是。可是希光，除了你，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自始至终，我没想过会不是你。对不起。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你爸爸就来了。
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跑那么久？我该怎么面对你呢？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可是最后却发现，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谎言。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希光，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大3寒假，参加完宴会，回南京后。原来比我晚。这几天，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什么？元旦后，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你说，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可是现在，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那样我不会怨恨。不会去想，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我们早就在一起了。可是，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以后我和你在一起。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